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我们今天要上什么课程呢？是上产业分析里面的钢铁业进阶班。经过前2个礼拜初级班跟中级班，相信大家对于钢铁业的平板业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些约略的了解，大家也对于每个月中钢要开的厂盘价或者每个季要开的厂盘价这个地方已经有兴趣了。好，那我们今天再深入的探讨平板钢业的部分。OK， 我们请导播帮我们切一下图卡的部分。好，那我们进阶班这边的第一集一样哈，就是说我们要把之前讲的复习一下，才有办法让大家比较快的进入状况。就是说我们的平板钢呢，就是只用原料包括了石灰石，然后铁矿砂以及焦煤这个地方投入温度很高的高炉里面，先生成铁水，然后再炼成钢液，然后接下去呢，我们就把它倒到扁钢胚里面，或者倒到大钢胚里面，倒到大钢胚里面，它可以变成所谓的型钢；倒到扁钢胚，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平板钢的系列。它扁钢胚，然后经过压延之后，就会变成热压，然后冷压的部分。然后接下去呢，再到那个下游的部分，所以这边就是中上游的部分，在这边让大家看清楚一点。好，那接下去我们看下游的部分的这个部分的流程呢，我们在上个礼拜也介绍过，就是说，我们再看一次，就是高炉炼钢完以后，经过扁钢胚、热压、冷压，接下去呢，常用的就是听到镀锌跟烤漆，这是因为跟我们民生比较相关，大家比较看得到。那像公共工程这个地方，我们就会看到一些钢管。那在家电产品的部分，看到电池哈。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要因为不同的作用会裁剪不同大小的钢品，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裁剪业。这上个礼拜讲过，我们快速一点。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部分是什么呢？当然是跟股价息息相关。那大家都知道，不论从技术面或基本面分析了半天，就是要知道未来股价的走势。那我们除了可以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呢，从基本面我们就知道，其实钢铁业的股价走势跟它的利差变化有绝对的关系。那投资人就要问我们啊，那什么叫做利差呢？那听我跟各位好好的解释一下。那一家公司获利的好坏是影响它股价因素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比如说，我们知道这家公司下个月会创新高，那股价就会先行做一个反应。那我们先从钢品的价格这个地方做一个介绍。那钢品的价格这个地方是所谓的售价，那它也会有成本，就是每一根铁矿砂的成本。那我们想想看，我们把售价减掉成本这个地方，是不是产品的利差就出来了呢？OK， 那这样大家就了解。那当这些利差的走势呢，利差就会去影响，利差就等于说它们中间的差价。然后我们再去除以它成本的部分，是不是就会有它的毛利率的部分就会出来？那当一家公司的毛利率往上涨，股价就会往上涨；当毛利率未来是往下走的话，股价就会往下走。所以你知道这个约略的过程之中，你就会发现它的最大的关键就是在利差这个地方。当你比别人更早知道利差的话，那你就知道股价未来的走势。你说，可是我又不是研究员啊，我也不是专业分析师，我会知道吗？可以了。Judy 教你几个比较简单的，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好，那我们已经先讲过，中钢它是一个一贯厂，就是每项产品它都会有。那因为它是一个一贯厂，所以它为了照顾中下游，然后也让这个国内的钢厂有个秩序，它都会开一个厂盘价。那厂盘价有分2种，一种叫做月盘价，像我们比较大宗的看到热压、冷压这些啊。然后那个像比较少的产品钢板一类的话，它就是开一季的季盘价啊。所以说中钢每次开厂盘价的时候，就是国内钢铁业的重大事情哦。那你说我能不能更早知道中钢厂盘价怎么开？当然可以啊。我们在第1集的时候已经告诉大家，现在全球钢铁业最大的是谁？中国嘛，中国是产量第1嘛，所以中国的钢价如果压下来的话，全球钢价也会跟着一起压下来。所以我们就要注意中钢的厂盘价，我们也要注意宝钢的厂盘价，因为中钢在开厂盘价的时候也会去注意宝钢厂盘价的变化。那所以说，当我们注意中钢的厂盘价以后，那下游的2、3类的加工产品，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就已经，比如说我是下游的镀锌或烤漆业者，当中钢的
热压价钱一出来的时候，我是不是我的成本价我就已经知道了，然后我再把镀锌烤漆的售价减掉了热压价钱，我中间的利差是不是就出来了？你就可以算出剩余月汇的利差，不是吗？同样的道理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中钢的扁钢坯价格，当然它是不对外公布，但是如果你大概知道的话，那你就知道中红的利差。所以说呢，依照我刚刚分析，就是说中钢比较大宗的产品是月盘价，那比较稀少的产品这个地方比较少变动，是在季盘价的部分。那钢品依照它不同的就是说用途还有比例也有不同的价格。那以我们的上周所介绍的那个热压钢品来讲的话，它就是每个月都去公布所谓的月盘价，那钢板的部分就是季盘价。好了，那我们已经有约略的了解了，接下去我们看一下哈。那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把钢铁的原物料跟钢铁的报价图这个地方呢，做一个分析给大家看。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中钢它在开那个厂盘价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要去比照那个宝钢开的那个厂盘价，所以我们叫做中国的热压价。因为宝钢它那开出来它是用美元报价，那我们中钢是用台币，所以我们一边用美元一边用台币这样子做给大家看，那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啦。那个底下是原料，就是铁矿砂还有焦煤的价格，那上面就是他们热压的价格。大家一看中间是不是就是价差？当价差过大的时候，股价就会涨；当价差缩小的时候，股价就会跌。所以说你只要常常记录这个盘价，注意它的话，报章媒体出来的时候你记录它的话，你是不是就可以知道这个产业大概目前的走势是怎样了？好，那接下去呢？你说这好像很难，其实一点都不难，我们只要稍微用点心就可以了。比如说以2011年起，那热压的钢瓶的价差就是上下震荡。那为什么呢？最主要是2020年受到疫情的那个影响，所以影响到所有的原物料的价格做一个波动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那时候价格利差，那受到了疫情的影响，还有运输成本高涨，所以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利差是往上做一个扩大的，然后一直到产品的售价到了一个相对的高档的时候，那前面已经讲过了，中国它为了要达到全球碳中和的要求，所以它有压抑它钢厂的生产量，以减少就是说那个污染空气的来源。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有压价格，那又刚好需求这个地方受到封城影响，所以整个毛利率在2022年这个地方就有往下的做这个动作，所以股价也跟着下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注意说，报价因为什么因素推动，因为什么因素又下来，然后我们就事前可以去做一个投资的规划。好，那接下来呢，我刚刚讲的都是基本面的因素，那我们来讲讲看平板钢业的技术面这边我们怎么看呢？好，那我这边讲的是中红的部分。那中红呢，这支公司我们就要特别讲，因为呢，如果你要做中红这支股票的话，它上下起伏的震荡非常非常的快。那当然在涨的过程中，你当然觉得说这支股票你会觉得买它非常的感觉上涨的速度非常快，因为跟中钢比较起来它的幅度就会比较大。可是同样在它下跌的过程中，你要晓得它的跌幅也会相对比较大。所以说你做多的时候，那你当然是这一段做多最有利。可是当它产品价格反转的话，做空的时候，你这个地方同样的下跌速度也非常快。那原因是什么地方？就是说像中钢它是属于一贯厂，所以比如说热压不好的话，也许它其他的产品可以价格比较好，比如说类似扁钢坯的价钱比较好一点的话，可是中红就不一样了，因为中红呢，它受制于它的原料是什么？之前我们有介绍过，叫做扁钢坯，也就是来自于中钢或者是日本住友，它拿所谓的石灰石还有镁铁矿砂加到高炉里面去炼出铁水，炼出钢以后，倒到一个模型扁钢坯的模型里面做成了扁钢坯。所以中红它的原物料完全受制于所谓的中钢跟日本住友那个地方。那你与其说它受制于中钢，不如说受制于中国的宝钢好了。那宝钢要把价钱压在什么样的，扁钢坯压在什么样的价钱，大家几乎价钱就压在这个地方。所以说第一个成本的部分它没办法控制，都是随着原物料的部分。那在售价的部分如果是调涨的话，那它当然是会相对的
受惠，就是说，它原先可能有低价的原料，那在产品价格快速上涨或需求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毛利率拉升的非常快，同样的股价它动的也会非常快。可是同理，当那个毛利率下降的时候，它的压力就很大了，因为它一定会有库存嘛。那库存的话，它的成本是在高档啊，比如说以像2022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子。那钢价是慢慢的一路被压下来，那在压下来的过程之中，它的扁钢坯可能有之前相对比较高的，可是它产品售价就先下去了，所以它在双重的损失之下，它的毛利率下降的速度就会非常快。所以当我们要投资一只个股的时候，我们必须先去了解它的基本面，然后知道它基本面承受利差的抗压的性是怎么样，还有影响性是怎么样，再介入相对的股票，那风险就会相对比较小一点。所以我今天特别拿中鸿这只股票，然后在这边跟大家讲，就是说这只股票算是钢铁业里面利差上下变化比较快的。那所以你要了解这家公司的过程之中，你可能要去看煤跟铁矿砂价格的变化，因为包括了煤、铁矿砂，当你看到它涨价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中鸿的扁钢坯到时候做这些高价的原料做出来，扁钢坯成本也会高嘛，对不对？那它的下游需求有没有上来？如果说像2021年那一段时间，需求有上来的时候，那自然可以去反映成本。可是到了2022年的时候，它钢品价格往下压，然后大陆又封城，没有那个需求的话，它的下降速度就会非常的快。好，所以懂了这个道理的以后，你懂了所谓的基本面，知道我们玩原物料股的时候要看利差的变化，那要知道利差怎么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它原物料价格的变化跟产品价格的变化。那你如果说我不懂基本面，那我们也懂技术面嘛。好，比如说技术面，我之前有教过大家一个 N 型理论，那这边是一高二高回档一个。如果这边算大的 AB 段，然后回档，然后这边是 CD 段，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大 N 型回档有没有跌破1/2？大家自己算算看。那如果跌破了，接下去呢，容易走什么呢？正常上涨 N 嘛。如果没跌破，守住1/2的话，那容易转成成功上涨 N。那这边已经有价量行驶给你参考了，是不是后面 N 型如果再扩大的价量行驶，你也会知道了呢 ？OK， 那这就是今天简单我们在平板钢的部分，就是以中鸿为例，做一个那个利差变化，跟大家讲，就是说从基本面或从技术面，你都可以看出一家公司未来股价的发展。但是如果你同时懂基本面又懂技术面的话，是不是像金庸小说里面说的，我们可以左手画圆，右手画方，然后非常得心应手呢？希望今天的课程对你有帮助。那我们下个礼拜的话，平板钢业这个地方就要讲到最后了。讲到最后，当然是特别介绍我们的一贯厂中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下个礼拜不要忘了收看。到了最后，还是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哦。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